小城大事大結局追劇日曆出爐，點映裡即將開啟解鎖大結局，小城大事迎來高潮。1月24日起，央視8套每日2集，平台 SVIP 提前解鎖。26日點映裡直通大結局，見證李秋平與鄭德成的貪圖建成傳奇，杜濤入獄，王麗麗情歸養小孩等關鍵劇情即將揭曉。家人們，小城大事的大結局追劇日曆來了，這劇情馬上就要進入高潮階段了，趕緊碼住，別錯過精彩。從1月24日到26日，不管是平台還是央視8套，每天都是更新2集，看得超過癮。而且1月26日還有點映禮，能直接解鎖大結局哦。想提前知道結局的小伙伴可千萬別錯過。要是沒參加點映禮也沒關係，平台這邊從27日到31日每天更新1集，31日就能看到大結局啦。SVIP 還能提前1天看，這波福利太讚了。央視8套則是到29日就大結局了，每晚2集，節奏超緊湊。這部劇講的是20世紀80年代幹部李秋平和鄭德成帶領農民在灘塗上建成的故事。前面劇情就很精彩，後面肯定更高能。據說最後杜濤入獄，王麗麗嫁給楊小海，李秋平成了粵海書記，還和鄭德成走到一起，真的很期待看到這些情節上演啊！趙麗穎小城大事哭戲太震撼，狠狠戳中了內娛痛點。隨着小城大事持續引發關注，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鎮長再次讓觀眾看到她對女性成長與堅韌的獨特詮釋。劇中，李秋平從初到粵海鎮時備受質疑的外來幹部，一路成長為能獨當一面的鎮領導，與黃曉明飾演的鄭德成書記攜手推動小鎮建設，他的蛻變令人動容。可走到今天這一步，並非一帆風順。李秋平經歷過不被理解的孤獨，也經歷了必須咬牙承擔一切的時刻。她是鎮上的主心骨，卻也是一個有脆弱、有情感的女人。唯一讓她在鏡頭前落淚的，不是工作壓力，而是愛情的崩裂。她的戀人杜濤因為一篇報道，與她產生了分歧。文章涉及粵海鎮的建設舉措，他認為是真實揭露，而他視為不合時宜的冒進。爭執之後，兩人分開。但當颱風襲擊小鎮時，杜濤依然隨物資隊趕來支援。多年情感，幾句對話，所有委屈與誤會在重逢時都化作一句壓抑已久的告白：我捨不得你。雙引號。李秋平以為這次終於可以走向幸福，他鼓起勇氣向組織申請結婚，這是那個年代女性少見的主動。可命運偏偏又捉弄人，杜濤對他的心意並未改變，但他選擇去更大的城市追尋新聞理想，而那條通往未來的路上沒有他的位置。為證明自己，杜濤重寫並發表了一篇關於粵海鎮的報道，言辭過於犀利，引發巨大風波。鎮領導被調查，工程停滯，大家陷入恐慌。李秋平辛苦建立的信任一夜崩塌。面對他的質問，杜濤沒有解釋，只留下冷冷的2字：分手。那一刻，他沒哭，只是站在原地，看着他背影慢慢遠去。直到很多天後，他依舊強撐着工作，生病打點滴也不聲張，只因粵海鎮不能少了他。直到探望年邁的楊奶奶，被一句關切的是不是遇到難處了擊中，他壓抑許久的淚水才決堤而出。在人前的堅強，在長輩面前瞬間瓦解。那場哭戲沒有誇張的情緒堆砌，只有真切的克制後的崩潰。趙麗穎在鏡頭前毫無保留地展現了角色的心碎與人性的溫度，讓無數觀眾隔着屏幕都跟着鼻酸。正是這樣的表演，讓人看到女性在職場、愛情與責任夾縫中的真實模樣。堅韌不代表不會痛，只是學會了在風雨裡挺立。或許正因為懂得這份不易，
觀眾才會在他淚流的一瞬間，感受到一種共同的力量，無論經歷怎樣的起落，依然選擇繼續前行。你有沒有在某個瞬間，也被趙麗穎這樣的真情打動過？2. 趙麗穎、黃曉明聯手再現第一座農民城故事，在灘塗上建起一座城，幾十萬農民的生活由此改變。這是上世紀80年代發生在溫州龍崗的真實故事。2019年9月，浙江龍崗市正式掛牌成立，實現了從中國第一座農民城到現代城市的跨越。作家朱小軍深入當地採訪親歷者，完成了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1月10日，根據這部作品改編的電視劇《小城大事》登陸央視電視劇頻道，並在騰訊視頻同步播出。酷雲數據顯示，開播3天，該劇播放市占率達 14.3%， 位列劇集榜單第一。騰訊視頻站內熱度峰值突破25000。灘塗上造城。小城大事講述20世紀80年代平川縣設立粵海鎮後，基層幹部李秋平與鄭德成帶領成千上萬農民，通過集資、合夥等方式，在灘塗上建造現代化城市的故事。導演孫浩以《慶餘年》系列為人所知，這次他將輕喜劇風格融入主旋律題材。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傳奇、真實又帶點夢幻感的故事，表面上是改變一片的一座城，實則是改變自己。我們用了大篇幅來刻畫城市經營，體現人們如何轉變觀念，希望觀眾在感受生活的喜感和艱苦之後，留一點反芻的時間，發現背後的精神與情緒。1月9日，小城大事在上海舉辦線下觀影活動，孫浩協主演趙麗穎、黃曉明、秦俊傑、耿樂與媒體交流幕後故事。近1小時的片花中，有輕鬆幽默的元素，有守望相助的溫情，也直面造城過程中的艱難與不易。主創團隊將那段熱血、艱辛又充滿希望的往事娓娓道來，將觀眾帶入那段從荒蕪到繁榮的造城之旅。劇中，李秋平與鄭德成的關係是敘事主線。起初二人理念相左，李秋平兼具學院派理性與冒險精神，鄭德成扎根基層，靠草根智慧和號召力推動工作。但目標一致，讓他們從針鋒相對走向彼此信任，最終成為默契搭檔。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是一位留學歸來的年輕鎮長，他初上任時遇到很多挑戰，憑借前瞻視野和堅韌性格，一步步解決衛生整頓、雇工糾紛等難題。趙麗穎說，李秋平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生活和情感都面臨巨大壓力。他在完全沒有外部支持的情況下，靠內心的信念去完成這項事業。他要面對的事太大了，這種魅力超越了我。在追尋他的精神世界時，我自己也學到了很多。他認為李秋平的情感觀和價值觀具有當下性，不因成敗自我否定，而是坦然接納得失。他與夥伴關係的彌合，印證了他在能力與精神層面的雙重成長。黃曉明飾演的鎮委書記鄭德成，形象參考了他父親年輕時的樣子。黃曉明回憶道，導演找我演的時候，我緊張了半天，怎麼演一個80、90年代的人物。但有個巧合，我爸當年是福建的海軍工程兵，在我們拍戲的地方挖過防空洞。後來我爸媽來探班，還帶我去了那個防空洞，他居然還在。我的造型一出來，大家都說跟我爸年輕時一模一樣，黝黑的皮膚，戴着草帽，破舊的衣服褲子，但整個人精神頭特別足。鄭德成的性格跟我本人反差很大，但我們都真性情。黃曉明說，他有些來自基層的小聰明，我會根據這點靈活調整他和其他人的相處方式，有時嚴厲，有時安撫。在黃曉明看來，鄭德成和李秋平雖因認知差異有過分歧，但理念互補。正是這種不斷磨合的合作，
最終建成了粵海鎮。趙麗穎談到，此次創作過程中，同路客一詞給他帶來觸動。李秋平與鄭德成相互牽制，既有合作也有理念分歧，但這種分歧不是衝突，而是共患難中的成長。無論生活還是工作，我們都需要這樣的同行者。黃曉明則認為，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電影的主角，同路客是過客，也是渡客。人生本就是不斷迎來送往的過程，不必計較一時得失，但求問心無愧，這也是我現在的生活方式。鮮活的人物群像，小城大事塑造了一組鮮活的人物群像，他們不完美，會犯錯，會猶豫，會爭吵，但在關鍵時刻，總有人願意往前一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和選擇，也都是造成之旅中的重要一員。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角色的刻畫。李秋平不是符號化的女強人，她有理想，也會脆弱，理性，也在情感上掙扎。她的成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碰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年5月去世的朱媛媛，在劇中飾演的高雪梅，則是另一種女性力量的體現。作為印刷廠廠長，她精明幹練，燙着波浪捲髮，穿着時髦卻不浮誇。首次登場時，她身着黑色雪紡印花襯衫、咖色緊身褲，整個人神采奕奕，與角色完美融合，讓人一眼記住。在創作闡釋中，朱媛媛這樣理解高雪梅，她能幹通透，洞察人情世故，既有大格局與領導力，善於拿捏複雜關係，又懷揣感恩之心。這是我第一次飾演那個年代敢闖敢拼卻不失柔情的女性。她的高光時刻始終與粵海的命運同頻，那份豁達和堅韌成就了她的成功。劇中，陳明昊與朱媛媛飾演一對充滿戲劇張力的歡喜冤家，挫折與坎坷讓他們的互動既具喜劇色彩，又暗含衝突。值得一提的是，奧運冠軍陳夢在劇中本色出演乒乓球高手小陳，完成電視劇首秀。他在社交平台回應，原本只是去探班表哥黃曉明，沒想到探班探成了客串。從已播劇情看，粵海的建設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有政策阻力，會面臨資金短缺，有內部摩擦，也遭遇天災突襲。但正是這些人在困境中，一點點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細節裡的年代感，為了還原上世紀80年代的質感，主創團隊在美術、攝影、配樂、造型等環節下了功夫。劇組籌備近8個月，輾轉永安、福州、泉州等地選景。擴的工程那場戲有超過1500名群演參與，調度難度極高。美術指導狄坤介紹，根據拍攝需求，團隊曾花1個月翻新泉州一家老電影院，修復屋頂漏水，重刷牆面，並保留2台仍可運轉的老放映機。搭建標誌性場景大狗茶餐廳時，聚焦上世紀80年代中期港風出入內地的節點，提煉出書法字體、卡座桌椅、復古木飾面和玻璃雕花等元素。配樂方面，小城大事選用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金梭和銀梭等經典老歌，並原創90餘段配樂，涵蓋改革開放初期至港台流行音樂湧入的不同階段。高胡、揚琴等南方樂器也被融入其中，凸顯地域特色。造型設計上並未原樣復刻年代服飾，而是結合角色邏輯進行再創作。李秋平作為留學歸來的知識青年，在特定場景中流露一絲柔和法式與港風率性的氣質。鄭德成則始終是不修邊幅卻體面的樣子，膚色黝黑，髮型隨意，貼合他工作繁忙的狀態，又保留基層幹部的尊嚴感。由此，小城大事講述一群人如何在一片灘塗上親手建起一座城，也創造各自的夢。而夢的背後是務實、堅韌、相信明天會更好的精神，支撐着他們不斷向前。